观察者的角度，或是所谓的测不准原理，它必须广泛的运用在什么？婚姻、工作、人际关系，懂了没有？还有你跟命运之间。意思是，当你改变了你的能量跟磁场，你的命运就跟着改变了。然后电视上又出现一些广告，赶快来买5行手环，改变你的能量跟磁场。天哪，疯了！有没有看到那个广告？哦，自从我戴了这个手环之后，运气就变好了。突然客人就变多了，欠我钱的马上就还我了。哦，走路就捡到钞票了。各位，你是要怎样？要卖那个手环吗？哦，有5行金木水火土配合你的出生年月日，真的很多名人戴了之后运气就改变了。我的香蕉你个芭乐，你可不可以再没有知识水准一点？你可不可以再胡烂一点？竟然就在电视上直接这样播。对，一样很简单，叫你掏钱啊，你不用为自己下功夫，你不用学习跟成长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你不用离开你的舒适圈，花钱就可以，这么好的事哦。好，赛斯心法有一个很根本的概念，回到自己的力量，回到自己的力量。好，来，我们再回到刚刚讲离开舒适圈这件事。好，爱在瘟疫蔓延时，来，刚刚我想讲了一个比喻哈，但这个比喻其实以前稍微讲过哈，但是因为瘟疫怎么回到爱？好 ，COVID-19 来了，是不是很多人类不能外出，戴口罩很不方便？我们不能在地球爬爬够。好，如果我回到赛斯心法，万事万物都是爱的本质。好，其目的都是要帮助我们。来，各位仔细听哈，爱是本质，爱是宇宙的真理，这是赛斯心法所强调的。宇宙的存在是因为爱，宇宙的运转、轮回转世也是因为了爱，生老病死也都是为了爱。可是爱不全然是舒适的，我刚讲过，听懂了哈？比如说我要长肌肉，对，我必须要离开舒适圈，我必须在举哑铃的时候，最好隔壁不要听到你们家是在做什么运动。没有，我在离开舒适圈，我在离开舒适圈。对，一切的本质发生在爱。回想刚才许医师说，把女儿嫁出去，流着眼泪把那盆水泼掉，水破落地歹收回，水泼出去。因为我小时候跟着我阿嬷、外婆看歌仔戏，所以杨丽花也是我小时候的偶像。然后慢慢长大就跟着我妈唱台语歌。是啊，所以有时候我要睡觉前，我就会听那个陈一郎的歌。陈一郎，然后我太太就会说：“够了哦，够了哦。”你知道人的那个印痕有没有？我说我还没有听杨丽花的歌仔戏。哇，杨丽花的每个歌仔戏，我大概潜意识里面应该因为跟着阿嬷嘛，就刚讲什么讲啊？这个黄以玲的“水破落地歹收回”。来，爱的本质，爱是一切的本质，宇宙存在的本质，甚至是 you create your own reality， 你创造你自己的实相，背后的能量是爱，是喜悦。好，所以去看心灵的本质背后，赛斯怎么讲爱？讲爱的，好，学士也讲到钱是爱的代币，讲到语言可代拉，有没有？讲到心电感应，讲到爱的能量形成了元素。好，李娜、假如、瑟法、皮美、盖斯、贝雷，有没有？以前这个国中化学的元素表，爱形成了原子分子的运转，爱形成了电子绕原子核跟
行星绕恒星的一个能量。好，爱就是宇宙大爆炸的一个冲动，一个冲动。来，我想到一个很不好的比喻，但是非常贴切。宇宙大爆炸，就像男人在高潮射出精液的那一刻，那女人在高潮收缩的那一刻。没有人这样比喻过，那就是大爆炸。来，各位懂我在意思吗？来，因为科学认为我们的宇宙是大爆炸，对不对？大爆炸，所以开始降温，形成天地宇宙万物。那个大爆炸就是这样来的。所以各位以后不要再问什么叫宇宙大爆炸了，好，自己回家去爆炸一下。好，我把它跟生物学跟心理学结合在一起，明白了哈？宇宙的大爆炸就是创造生命，有没有？来，跟性高潮的那一刻一样，它当然希望不要了哈，可是它有可能孕育生命，希望不要，对，不然就要去夹娃娃了哈。来，各位懂我在说什么哈？那就是大爆炸的概念。好，男性在高潮射出精液的那一刻就是大爆炸，女性在高潮就是大爆炸。当然我没有体验过女性的高潮了，因为我是男性嘛哈，就大爆炸的意思。所以宇宙在大爆炸的那一刻，它就是爱的能量想创造，想创造爱的能量，想孕育爱的能量，想要展现。好，各位，开始讲哦。爱的本质，我们先讲，先把我们今天一切先定调定论，一切都来自爱的本质。可是爱的本质不代表一切都是美好的，不代表这个世界没有欺骗，不代表没有生老病死，这样明了吗？明白了吗？各位，因为你不要忘记，虽然是爱的本质，可是灵魂另外一个宇宙的本质是学习成长。好，因为很简单，你有可能一辈子爱你的孩子，一辈子把他关在家里，一辈子给他衣食无缺，他都不用去成长、学习、历练吗？来，行不行？来，各位，就像你的孩子，如果今年要进小一，来，你要不要牵着他的手去上学？然后看着他离开舒适圈，要不要？好，敏感内向的孩子想要冲回去找妈妈，来，妈妈可以把他接回来吗？不行，对不对？孩子去，离开舒适圈，进入非舒适圈，离开陌生的领域，进入离开熟悉的领域，进入陌生的领域。我怎么知道老师会不会对我好？同学会不会欺负我、霸凌我？对不对？那懂了吗？各位就像你们结婚一样，从舒适圈进到非舒适圈。就宇宙的本质也包含了创造、学习、成长。所以我们来讲爱，所以为什么要离开伊甸园？明白了吗？不然你不会长大，你不会长大，你不会长大。OK， 好。当爱的本质，可是最后我们来到人世间，我们开始体验所有的一切，体验所有的一切。好，比如说我回到刚讲的 COVID-19， 因为我刚不是在讲我在看那个大陆剧《理想之城》吗？那杨振他其实很有趣的地方，他讲到好多很栩栩如生的人性，尤其是职场的人性，职场的人性，我觉得真的值得一看，值得一看。他讲很多人性，可是人性演变了这么多千年下来，各位有没有发现，很多古圣先贤告诉我们的话，我们其实从来都没有落实过。比如说很简单两句话：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
你不希望人家对待你，就不要这样对待别人。另外一句话更主动建设性一点，己所欲施于人。你希望怎么被对待，你就要主动去对待别人。来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各位，你几岁的时候听过这句话？可能3岁以前就听过了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对不对？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可是，请问这个世界还有没有每天在上演把人给吸陪掉，别人的小孩子死不完这件事？来，明白了吗？来，就像学士举个例子，哈，我最近在讲，啊，学士是和平主义者，我反对所有的战争，我反对所有的战争，我反对所有的暴力。其实不管世界任何地方，只要有战争、有暴力，我就反对。好，但是反对暴力不一定有用，憎恨战争不一定会带来和平，你必须要爱好和平。就像两岸之间也是，我现在只要讲一句话：两岸如果谁主动发动战争，你自己跟你的家族站住战场第一线，我就赞成战争。各位懂了没有？为什么你自己的家族不站上第一线，你要别人的孩子去死？对，简单讲，战争就是要别人的孩子去死，没错吧？如果我就颁一个法律，战争我没有问题，你自己跟你的孩子，所有的家族站第一线，我就觉得 OK， 好，我也没话讲。来，敢不敢？敢不敢？很简单，战争的本质就是要别人的孩子去死，没错吧？不管你讲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，很简单，就是要别人的孩子去死。对，如果所有决定要发动战争的人，我只要一句话：你自己跟你的家族、跟你的小孩、太太、小三，全部上战场第一线，小王，我就觉得好，我可以接受。来，敢不敢？大声回答我，敢不敢？叫别人的孩子去死，永远比较容易。你自己的孩子，你为什么不去？来，懂了吗？己所不欲，怎么样？几千年的道理下来，没有智慧就是没有智慧，没有智慧就是没有智慧。是啊，各位，好，反对任何的战争，任何形式的战争。来，己所欲施于人。到现在为止，各位，就算是台湾社会，我们做到了没有？没有啊，没有啊。好，比如说像在理想之城里面，当我看你不顺眼，你碍到我的路，我都可以用计陷害你啊，我可以用计陷害你啊。来，各位，好，所以我这样讲，好，人类的大脑实在是蛮落后的。各位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它没有扩展到，好，如果我说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它是一个大脑的扩展度，大脑的扩展度。好，所以常常科学家常讲，人类只使用大脑的 10%， 对，那就是使用 10% 的意思，因为你没有扩展到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的这个概念。好，我再回到刚讲，爱在瘟疫蔓延时，人类不能出门，人类被困在家里面，减少活动。刚刚许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角度。那么，请问，对比于地球的万物，人类是不是病毒？你今天你到底是病毒，你是在怪人病毒什么啦？因为人类的不断的活动，万物退无可退，没错吧？好，如果我举例来讲，好，台湾黑熊可以走国道3号吗？国道3号是你们谁的？如果我是台湾黑熊，我不能走国道3号，为什么你可以走？听懂了没有？地球是你们人类的吗？以造物主来讲，地球是你们人类的吗？是吗？只是你们人类的吗？来，各位，所有的万物全都退缩了，明白了哈？来，一只大象可不可以在嘉义的中山路逛大街？大象，来，可以吗？
因为中山路是你们谁的？人类的。什么中山路是你们人类的了？你们有没有问过大象？问过梅花鹿？问过台湾黑熊？问过水鹿？来，懂了没有？如果我讲天地宇宙太慈悲了，慈悲到现在才让人类遭遇 COVID-19， 人类就是地球一只最可恶的病毒啊！来，是不是？万物通通绝种啊，出不了家门啊，没有地方活动啊，是不是？来，各位，请扩展一下大脑，好不好？大脑的宽阔度，请增加一下。好，来，我先这样讲：如果你愿意接受这个概念，徐师跟你讲，我讲个没有学问的话，病毒进到你体内会变得没有毒，因为病毒感受到你的什么？所以我想很没有学问的一句话，但是我相信它是对的。今天我要杀你，当我要杀你的时候，我发现你在忏悔你对我所做的那些坏事，你正在忏悔，你害我家破人亡。来，各位，我下得了手吗？听懂了我意思吗？今天病毒要杀你，他发现你懂了，他发现你不是一般的人类了，他发现你的概念是具有赛斯跟身心灵的概念，他发现你是同体大悲的，他发现你襟怀天地宇宙万物。来，虽然我这个比喻很没有知识，来，学士是知识分子哈，记得啊，我不是义和团，我不是没有受教育，我是高级知识分子啊，高级加上高级哈，不是什么高级本省人或外省人哈。对，我下不了手，明白了吗？我下不了手。啊，当然我把病毒拟人化，但是我在讲的是一个能量跟磁场。我在讲能量跟磁场，但是我也绝对不是在指那些死掉的人是因为没有那个，不是。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，他们本来就有离开地球的打算，而病毒只是被他使用的方法。好，病毒是被邀请的，我再强调一遍，病毒是被邀请的。好，所以回到刚讲，人类在地球上所有的所作所为，这200年，各位，我们比病毒可恶100倍、1000倍、10000倍，来，是还是不是？大声回答我。就是我刚举那个比喻啊。来，我们不要这样讲，一只穿山甲到嘉义的中山路逛街，穿山甲知道哈，然后他想进 7-Eleven 一下，然后人类会怎么对待这只穿山甲？对，这只穿山甲说：“这是地球啊，在你们人类出现之前，这是我的家，对不对？100-200年前，这是我家，为什么这不能变成原保地呢？原住民保留地，穿山甲为什么不是他们的家，是我们的家？听懂了没有？我们有容得下他们吗？我们有让人家家族灭亡吗？有没有？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人类有遵守这个道理吗？人类有遵守这个万物之间的礼貌吗？啊，所以以前古人有一句话：人若无照天理，天就无照家纪。人如果不遵循大自然的万物之间的爱的本质，各位来，我再讲一遍，徐师不会说是地球在报复我们，没有，这又落入传统宗教的问题了。我不会说地球在报复我们，我会说这也是人类给自己的功课，但是功课它可能是化了妆的祝福，叫做灾难。来，各位，化了妆的爱，现在化妆术很进步哈。化了妆的祝福叫做什么？灾难。如果你不了解灾难的本质，那你就只是在那边承受灾难。
如果了解灾难的本质，那灾难就会化为爱，化为喜悦跟成长，跟化为你自己跟你全家阖家平安，懂了没有？对，昨天赵恩主任来跟我说，赛斯计划怎么会推广不出去？啊，各位，怎么可能？对不起，不要命的就不要学，我没有意见，我直接讲实话。不要命的就不要学，不想快乐的、不想健康就不要学，你就跟着这个世界去痛苦、去沉沦、去磨难，这样懂了吗？就这么简单，就这么简单。来，灾难是化了妆的祝福。我刚刚讲 COVID-19， 我不会说它是其他生物要报复我们人类。赛斯也说，其他生物不会报复我们人类，它最多就是撤退。我不跟你玩了，你都要摸我的屁屁，只要摸我的屁屁，我为什么要跟你玩？我可以不跟你玩吧？我不想打你，不想报复你，你每次跟你玩，你都要摸我的屁屁，我可以不跟你玩吗？各位，其他生物可以撤退，懂了没有？那赛斯说，等其他的生物开始撤退了，地球就不能住人了，因为地球的生态系是所有的生物的能量共同形成的，明白了吗？来，各位，我举个例子来讲，你们家住的大楼，每户都搬走，只剩你一户，你住得下去我服你，懂了没有？啊，你们社区每户都搬走，只剩下你一户，你住得下去我服你，来，懂了吗？这 COVID-19 是化了妆的灾难，它是化了妆的祝福，它是化了妆的祝福。古老的格言一样适用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当人类感受到这样的一个灾难，你知道它背后是爱吗？它背后是爱，你知道吗？各位，知道跟不知道天差地别。好，就像我刚讲了，古代女儿出嫁，水泼掉，有没有？你知不知道那是爱，还是你知道我被抛弃了，我回不了娘家了？你知道那是爱吗？你是不是知道你生命中所发生的一切，其背后都是为了爱，为了学习，为了成长？你知道吗？好，如果各位你要我这样讲，两岸关系、世界局势，当然表面上你可以做很多分析，军事的比较啊，这个两岸炮力的比较，但是其背后的本质是不是爱？对，你要我说，我会说是的。如果爱是一切能量的基础，为什么其背后的本质不是爱呢？为什么不是爱呢？爱涉及自由，爱涉及尊重。好，这也是我们下午工作坊的主题。什么叫做爱？什么叫尊重自己？什么叫真爱自己？来，我们再回到 COVID-19。来，今天先跟大家讲，至少讲今天讲座最重要的关键的一句话：如果你们承受的任何苦难，你们先下一个定调，其背后的本质都是以爱为本质的学习跟成长。那先讲笑话，你跑到徐师来，徐师，我老婆外遇了，哎，这是化了妆的祝福，我就会被你打了，没有那么容易，没有那么容易，就是对方欠我债不还，哎，施主，阿弥陀佛，这是化了妆的不还钱，这是化了妆的祝福，这是化了妆的爱，见鬼了，容不容易啊？修行容不容易？不容易呀，不容易呀！万事万物如何回到本质？不容易呀，不容易呀！各位，刚讲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到现在这句话，我们都有真的遵守的很好吗？有没有？我也没有啊。包括在这心法说不能杀生嘛，那我们家之前就出现很多蟑螂嘛，那我不准我太太杀嘛，我也不杀啊，我也不准她去买蟑螂药嘛。
就常常半夜一起来尿尿就看到装蟑螂啊。好，那我就拿那个保特瓶切开，我需要表演一次给大家看吗？保特瓶切开，然后就把它，我这边有一只蟑螂，把它盖上去，就把它盖住啦。那盖住拿不起来啊，用个厚纸板。用个厚纸板，进去，就这样子啊，好对不对？拿起来，窗户打开，丢到隔壁家，没有丢到马路上了。那也没办法，这么爱我，对，丢出去马路，至少我不杀他，自己去逃生去吧。我们自己不要，我们还是把它丢出去。好，各位，我学士刚讲，这么几千年下来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我们还是没有做到，还是没做到。是啊，来，各位容不容易？不容易，不容易，的确不容易。可是各位，这就是我们在学啊。好，来讲人生很多痛苦，包括这一次 COVID-19 带给我们很多痛苦。来，你们如果今天要你讲，你会讲一头拉苦的痛苦，包括可能也许你忧郁症，也许你躁郁症，也许你赚不到钱。好，我还是要讲刚才那个健身的例子。哇，开始酸，开始痛了，那时候才是运动的开始。如果你是要长肌肉的话，对，人生所有的痛苦都是化了妆的爱，化了妆的祝福，化了妆的成长，化了妆的灵魂的智慧。但是这个东西，第一个，你唯有100%的先确定这个本质，然后朝这个方向去修行。昨天我才在高雄讲学士不一定能够手把手的带着各位，可是至少我今天的角色跟我所做的事，至少我现在能扮一个灯塔的角色。各位，灯塔你知道发出光，但是你看到光，灯塔定你的方向，你至少不会撞到礁岩，不会撞到其他的东西。可是灯塔你看得到，但是你不见得就近在眼前，它很远的呢。常常学师扮演就是指出方向的角色。包括我今天告诉各位，所有你的痛苦，我包含了所有的痛苦了，包含 COVID-19。像学师也是很多个案，比如说有一个在做经络理疗的，有一个在做按摩的。那怎么按摩？经络理疗怎么理疗？有个在做八大的，酒店的会计啦，跟我说3个月完全没薪水，现在在送那个富胖达。各位，在送富胖达。为什么人类要遭遇这些东西？大从人类，小从我们每个人。好，所以各位，来，我们先定调一下所有我们人生的痛苦磨难我们刚讲，学士一开始就讲了我们认为痛苦来自外界。我们今天换个角度，痛苦是我们的灵魂为了我们的学习跟成长而发生在你身上。更究竟的说法是内在的吸引力法则，是我们吸引过来的，是我们创造的实相。为的是什么？第一个，体现我们的创造力；第二个，体现我们的学习跟成长。那如果带给我们痛苦，我刚讲有一个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离开什么？舒适圈。离开舒适圈，也没有离开舒适圈，你是不会学习跟成长的。你永远在你的舒适范围内，你过了100万年，你还是没有变。来，明白了吗？好，就像我们在讲所谓生物学界的所谓什么优胜劣败，对不对？什么适者生存，不适者淘汰。各位错，那都是表象，其背后就是离开舒适圈，其背后就是生命的背后爱的本质。它都不是要你死，不是。就像沙漠中会演化出仙人掌，
沙漠中会有骆驼，北极会有北极熊。来，北极熊什么颜色？白色。因为北极是什么颜色？你把台湾黑熊抓去北极熊看，抓去北极看看，30公里外就看到一个黑黑的在那里。对，我说我是海豹，你吃得到海豹才怪。你北极熊为什么它是白的，在冰里面看不到啊？因为北极都是白白的啊。台湾黑熊为什么要黑的？因为台湾森林很黑啊，躲在树的阴影就看不到了，对不对？所有你生命中的痛苦，刚讲痛苦来自心的作用，心会承受，心会感知，心也会创造。正是赛斯讲的很简单，当你感觉到痛的时候，就是你要转弯的时候，它就是你要学习跟成长的时候。痛是一个指标，痛是一个概念。人生的所有的痛苦，我们刚讲的，我们自我一直很大的特质就是都怪外面，我的痛苦来自我的婚姻。可是常常学士也讲，如果你的痛苦是来自你的想不通呢？对不对？我说，如果你的痛苦来自你的想不通呢？或你的痛苦如果来自你的执着呢？对，虽然我有很多个案，医生的小孩得到忧郁症，我就问怎么回事。他跟我说啊，徐说我爸爸就牙医师，我妈也牙医师啊。那我说你呢？我要当牙医师啊。那你后来呢？我考了3年的大学联考，还没考上啊。后来呢？视网膜剥离啊，青光眼啊。会听懂了没有？为什么你爸爸牙医师，你妈妈是牙医师，你就要当牙医师？那我妈种田的，我爸种田，我也要种田哦。各位，好坏是谁定的？头脑定的啊。来，痛苦来自什么？执着、框架，想不开。所以昨天徐师在高雄的上课讲解脱，解脱掉什么？解脱掉世俗的角色，我不只是我。解脱掉什么？压力、痛苦。解脱掉责任。对，但是解脱掉才是真正创造的开始。解脱掉才是创造的开始。好，我们再回到这个爱在瘟疫蔓延时，前一句是什么？重回爱的怀抱。好，重回爱的怀抱，刚刚学士跟大家定调了。好，从灵魂的角度，从内我的角度来讲，好，爱是宇宙运行的真理，爱是宇宙创造的时候的那个大爆炸。好，刚刚对比于亲密关系，是男性女性在高潮的那一刻而孕育的生命，孕育的生命。好，医学研究，阴道子宫收缩会加强受孕率，受孕力。爱孕育了生命。而人生当中，我们所有的生死轮回也好，在座每一个人，我们在人生中体验的痛苦，你要去问，如果它是我的功课跟成长，它是什么？而我刚刚讲离开舒适圈，离开舒适圈。好，离开舒适圈又来了，各位，比如我刚讲的健身，有人强迫我吗？哑铃说你要举我，举到手酸，还不能停，有吗？没有。来，那是什么？出于什么？主动的意愿。对，人生很简单，要么你主动去学习跟成长，要么你被动的去痛苦。是啊。好，那这东西其背后跟随的是什么？是内在心灵的声音。内在心灵的声音，你有没有够听内心的声音？够勇敢听内心的声音？各位，
够勇敢听内心的声音。好，比如说他现在在照相，好，假设各位同学你是翘班，啊，不能露脸，你等一下就要去跟他讲，请把有我的照片删掉，不要害怕表达，你并没有恶意啊，他拍照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啊，各位没错嘛？对啊，如果你内心有个声音，我今天来这里，我不想被我的家人发现，万一给他们 po 在，啊，你家人已经很讨厌你来这里了，你又来这边又被抓包，那你被照了，你又不敢讲，要不要讲？要讲啊！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我今天来，我不想让人家知道，好，请把有我的照片都删掉，合理啊？为什么不合理？那是你的权利啊，各位懂了吗？你没有找任何人麻烦，因为这本来就是你的权利，这是徐医师一直主张的。好，我们再回到一切的本质是为了爱。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在我身上？他要给我的学习跟成长是什么？宇宙背后的善意是什么？来，各位，我们回到善。善不总是显出善的样子，善会显出恶的样子，善会显出非善非恶的样子。那懂了没有？善不总是显出善的样子，就像我刚一直在讲，灾难是化了妆的什么？祝福。来，谁祝福谁？最后是自己祝福自己。宇宙真正的祝福，最后不来自上帝，不来自佛。来，赛斯说，最后的祝福是你有没有祝福你自己？还是你每天在诅咒自己、咒骂自己、批判自己、要求自己、责备自己？你有祝福你自己吗？你初一十五上香拜拜，希望佛菩萨、希望耶稣祝福你，神父祝福你，你有祝福你自己吗？有吗？还是你很自卑，觉得自己不如别人？你有祝福你自己吗？你有好好的祝福过你自己吗？然后自己给自己受洗。我开个玩笑，为什么你要给我受洗？你是什么东西？为什么不是宇宙给我受洗？为什么不是我帮我自己受洗？明白了吗？来，刚讲的好像有点狂妄的意思，但是我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的意思是，真正的祝福必须来自你对你自己，而不是来自外界。好，我们刚讲，爱是本质，在生死轮回当中，我们生命中所发生的一切是化了妆的祝福。灾难也是化了妆的祝福。离婚的痛苦，找不到工作的痛苦，赚不到钱的痛苦，其实是为了打破你的舒适圈。赚不到钱的痛苦在于他告诉你，你可以离开舒适圈，你可以开始相信你赚得到钱。或许你能不能赚不到钱，可是你的心是安的，听懂了吗？但是绝对不是不断的安心，不断的自我安慰，不断的自我欺骗，然后外境都没有改变。很多修行人很喜欢搞这一套，改变我的心，改变我的心，没饭吃，改变我的心啊。然后大家欺负我，改变我的心，欢喜做甘愿修，然后这个，对，听懂意思哈？这叫修行啦，这叫神经病好不好？人家打我的右脸，改变我的心，改变我的心。徐医师说，一切痛苦来自心的本质。人家欺负我，强暴我，改变我的心，改变我的心。痛苦并非来自外境，改变我的心，是吗？这在赛斯心法只是第一步，好不好？赛斯心法改变你的心，明白痛苦并非来自外界，这只是第一步。最后了解心的创造作用，了解我是我命运的主宰，了解我可以解脱，我可以创造，而不是每天吃不饱，然后告诉自己前世业障啊，改变我的心，欢喜做甘愿修，惜福哦。跟催眠你很瘦有什么不一样？跟催眠你很有钱有什么不一样？你账单还是付不出来，你还是没饭吃啊！各位懂我意思吗？是要欺骗百姓好不好？我不搞这套的，但是心法提到痛苦不是来自外境，这是最后告诉你心境及外境，就透过观察者的角度，你调整你的心境，你就改变外境。最后，外境等于心境，心境就是外境。最后，你明白你创造自己的实相，你快乐、自在、解脱。
这才是修行之道，好不好？今天时间大概差不多了哈，所以一样勉励各位哈，我们的那个有声书的部分有机会常常听，冥想部分常常听，在思心法的学习各位对未来你们一定是必要的，一定是必要的，在这样的一个时代，包括人类为什么现在会有这么多灾难跟痛苦？各位，如果你们现在所知道的一切都可以的，就不需要许医师在这边妖言惑众，去找你们的医生，去打你们的疫苗就够了，对不对？明白了吗？因为不一定会有用，懂了吗？痛苦就是必须，你要成长，你要改变，你要进步 ，OK？ 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讲座到这里结束，谢谢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当社会上这么多的媒体带着这么多的恐惧、偏见与限制的资讯的时候，你是否问过自己，什么才能让你跟全家人及孩子们能够得到正向的能量，能够对未来充满了期待跟喜悦，而活出生命的独特平安跟自在呢？为了这个目的，我们成立了赛斯网络公益电视台，就是希望为全世界的人类提供一个向内觉察、传递正能量，协助每一个人都能把我们内在的正能量、我们的内我的爱、智慧、慈悲、创造力、喜悦跟潜能打开，让我们的社会更和谐，来活出身心灵平衡健康的人生。而这10几年来，赛斯网络公益电视台一共自播了身心灵的公益讲座、读书会近2000场，而我们所有的时事健康节目也近100集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支持我们的理念，希望您一起来支持我们的赛斯网络公益电视台，而您的小小的捐款能够让我们大大的出力，能够让我们为这个社会尽每个人能尽的一己的力量。希望您能够与我们一同来参与这样的行列。再次的谢谢你。